汉武帝为什么要派张骞出使西域？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，张骞都经历了什么？去过哪些地方？最终，他是否找到了大月支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窦漪房和刘彻祖孙斗法及张骞出使西域。公元前141年的正月27，汉景帝驾崩，16岁的刘彻继位，即汉武帝。他即位后就雄心勃勃地准备推翻黄老学说，改尊儒术。他下诏广招天下贤良之士，经过层层选拔，有100多人被招入京城考试，这其中就有司马相如、东方朔、董仲舒等人。董仲舒，广川人，30岁时就招收了大批的学生，开始讲学，声誉日益壮大，在汉景帝时期就成为了博士。在这次测问中，他就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建议。可这时时机还不够成熟。此时的汉武帝刚刚即位，所有的朝政都要奏事东宫，汇报给太皇太后窦漪房。他先是任命窦婴为丞相，田汾为太尉，赵绾为御史大夫，王臧为郎中令。因为窦婴和田汾都喜好儒术，而赵绾和王臧则是大儒申公的弟子。可是太皇太后窦漪房却非常的崇尚黄老学说，便开始阻挠刘彻儒学的改革。有一次，御史大夫赵绾就给刘彻建议，让以后别将朝政再给太皇太后汇报了。窦漪房得知后大怒，立即让人去收集赵绾和王臧的犯罪证据，最终二人皆死于狱中。随后又罢免了窦婴和田汾，还下令废弃所有的儒家礼制。至此，汉武帝儒学的改革彻底失败。除了窦漪房的阻挠外，馆陶公主刘飘也来捣乱。他觉得自己拥立刘彻有功，就对刘彻提出各种要求，使刘彻不厌其烦。刘飘的女儿，也就是刘彻要金屋藏娇的陈阿娇，起初确实获得了刘彻的独宠，可她却恃宠而骄，而且还常年无子，就逐渐被刘彻所疏远。后来在母亲王氏的劝说下，刘彻才对刘飘和陈阿娇给予表面上的尊重。可此时的刘彻完全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处理朝政，只能韬光养晦，等待时机。但同时他也做着一些对外开拓的准备工作，比如派张骞出使西域。张骞是汉中郡成固人，只是皇宫里的一名郎官。汉武帝从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那里得知，西迁的大月支有向匈奴报仇的打算，于是他决定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联合大月支一起对付匈奴。公元前139年，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的第3年，张骞率领100多名随从从长安出发，前往西域。在这些随从里，有一个归顺了的胡人，是唐义氏的家奴唐义父。他自愿充当向导和翻译，和张骞一同前往。这里插个题外话，关于大月支的读音做个简单的说明。从50年代以来的中小学课文中，都将大月支读为大肉支。但据近年来的考证，这个读音是错误的，新版的辞海已经将读音纠正为大月支。再来看张骞等人一路西行，已经来到了河西走廊。河西走廊原本是月支人的地盘，冒顿单于继位后数次攻打月支，最终月支战败。一部分人进入南山与羌人杂居，被称为小月支。其他人则一路西迁，击败了另一个小的游牧部落乌孙，杀其王，夺其地。乌孙部落逃往匈奴，月支则在此立足，被称为大月支。因此，此时的河西走廊已完全由匈奴人控制。当张骞等人刚刚进入河西走廊，走到扁都口附近的时候，就碰上了匈奴的骑兵。最后，他们全部都被抓获，押往了匈奴的王庭，去面见君臣单于。单于为了软化和拉拢张骞，进行了各种的威逼利诱，并将匈奴女子嫁给张骞为妻，想以此来动摇张骞的决心。可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，张骞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，精心保存着汉武帝赐予他的汉史符节。10年之后的公元前129年，趁着匈奴的监视松弛，张骞便果断地抛下妻儿，带领随从逃出了匈奴人的控制区域。但在10年的时间里，西域的形势早已发生了变化。乌孙国在匈奴的支持下攻打大月支，大月支战败，他们不得不从伊犁河流域再次西迁，来到了咸海附近的归水地区。在这里，他们又征服了大夏，
并在此立稳了脚跟，重新建立了家园。张骞在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并不打算返回长安，而是调整了前往伊犁河流域的计划，继续寻找大月支。经过居师后，他们就折向西南，进入了燕齐的地界，然后便沿着塔里木河继续西行，经过了库车和疏勒等地。这一路异常的艰苦，一路上都是人烟稀少的戈壁滩，飞沙走石，热浪滚滚。他们是匆匆忙忙逃出来的，所以物资准备严重不足，干粮很快就吃完了，只能靠唐义父射杀奇兽充饥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再加上水源奇缺，导致很多的随从在行进的过程中饥饿干渴而死。他们还要翻越葱岭，葱岭高如屋脊，冰雪皑皑，寒风刺骨，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一些人被冻死或者掉入冰窟之中。最终他们翻越了葱岭，抵达了大渊。他向大渊国王说明了自己的使命，希望大渊国王能派人护送他们，并表示回到汉朝后，他就让汉朝的皇帝赠送给他们大量的财物，以示酬谢。大渊国王也想和汉朝交往，就答应了张骞的要求，给他派了向导和翻译，一直将他们送到了康居。到了康居后，康居王又派人将他们送到了大月支。就这样，张骞等人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找到了大月支。可此时的大月支人已在此建立了新的家园，这里国土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更重要的是还远离匈奴和乌孙，既有富足的生活，又没有外敌的侵扰，所以大月支人已经完全没有了再向匈奴人复仇的动力。更何况汉朝距离匈奴遥远，一旦他们受到匈奴的攻击，汉朝也无法及时的赶来支援。因此无论张骞如何劝说，大月支人始终不同意与汉朝结盟，一起合击匈奴。张骞在等待大月支人回心转意的同时，还曾越过归水南下，抵达过大夏的兰氏城。可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大月支人还是没有被说服，于是张骞决定返回汉朝。公元前128年，张骞等人动身回国。为了避开匈奴的势力，防止再次被抓，张骞就重新规划了返回的路线。他决定从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返回，一路经过了沙车、于田、鄯善等地，计划通过羌人的地盘返回汉朝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当他们翻过阿尔金山，进入青藏高原的时候，却被高原上的羌人又给擒获了。因为此时的羌人也已经投靠了匈奴，于是张骞就再次被羌人送回了匈奴。可张骞的这种勇气和意志也赢得了匈奴人的尊重，因此君臣单于不但没有杀他，还把他的妻儿送到了张骞的身边，希望通过家庭的温暖感化张骞，让他放弃回到汉朝的想法。就这样，张骞再次被扣留在了匈奴。1年后，君臣单于去世，他的弟弟左谷离王拥兵自立，发动了政变，打败太子于禅后，自己继位，即医治察单于。匈奴的这场内乱无疑是张骞逃脱的绝佳时机，于是张骞等人便趁乱逃走。可这次逃出来的就只剩下了张骞和唐义父2人。公元前126年的一天，汉武帝刘彻突然得到了一个令他欣喜若狂的消息。13年前，他派张骞出使西域，可10多年来一直杳无音信，他早就不抱希望了。没想到他们还真的回来了。张骞的这次远征虽然没能达到同大月支建立联盟，共同夹击匈奴的目的，但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对后世历史的作用却是非常巨大的。他扩大了中原王朝的视野，为汉武帝向匈奴宣战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地理资料。回到长安后，张骞就将所见所闻向汉武帝做了详细的汇报。汉武帝非常满意，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，封唐义父为奉使君。在这次西行的时候，张骞还了解到一个被称为渊渎的国家。在张骞的建议下，汉武帝便遣使南下。他准备避开羌人和匈奴的地盘，另辟一条从蜀地通往渊渎和中亚的路线，并让张骞亲自前往犍为郡主持此事。公元前122年，张骞派出4支探索队伍，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，向青海南部、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，最终的目的地便是渊渎。但4路使者都只前进了1000多里后，就分别受阻于氐、乍、
与昆明等部落的阻击未能继续前进，先后返回。在此之前，汉朝不了解西南地区，西南地区的人也不了解汉朝。就比如，当使者来到夜郎时，夜郎的国王竟然好奇地问：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，哪个国家更大呢？这便是夜郎自大这个典故的由来。虽然这次新路线的探索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，但是对后来西南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的贡献。公元前119年，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，这次的目的是劝说乌孙国东返敦煌一带，和汉朝共同抵抗匈奴，但最终也没有成功。公元前115年，张骞再次返回长安后，汉武帝封他为大行令。第二年，张骞因病去世，归葬于自己的家乡，现在的陕西省城固县博望镇。张骞出使西域，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，但后来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军事的范畴。他打通了汉朝连接中亚和西亚的通道，这条通道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马邑之围是汉朝对匈奴主动发起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，那么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呢？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是如何推行的？推恩令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马邑之围及推恩令的内容。公元前135年5月26，太皇太后窦漪房去世之后，便与汉文帝刘恒合葬于霸陵。从此，刘彻再也不用奏事东宫，终于可以自己掌权了。可第二年初，匈奴就再次派出使者，要求和汉朝和亲。汉武帝召见大臣们前来商议，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派就认为应该继续和亲，理由是如果不和亲，那就要和匈奴开战，但是汉朝军队千里征战，人疲马乏，最终也不一定能够取胜。即使胜利了，匈奴的那些大草原和戈壁滩我们也用不上，抢来的匈奴牧民也同样没有用，所以不如继续和亲。可是以大行令王辉为代表的则主张出击匈奴，理由是汉朝和匈奴已经和亲了很多年，但是匈奴却总是不守盟约，年年都来骚扰边境，抢劫财物，使汉朝边境的百姓连年受苦，不如就和他们干上一架。但是最终还是韩安国的主张获得了多数人的附和，汉武帝无奈，只能继续和匈奴和亲。1年之后，王辉给汉武帝献上了一条破胡之计。在汉匈的边境上，常年都有大量的商人与匈奴人做交易，其中就有一个名叫聂伊的商人。他找到王辉说，匈奴在边界上经常侵犯，总是一个祸根，不如趁现在刚刚和亲不久，他们疏于防范，我们假装献出马邑城，吸引单于率众而来，然后我们提前埋下伏兵，围而歼之，则匈奴可破。王辉也觉得可行，就将这条计策献给了汉武帝。汉武帝听后也觉得不错，便准备开始施行。公元前133年6月，汉武帝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令王辉为江屯将军，太中大夫李希为财官将军，出兵30万，准备围歼匈奴。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负责监军。另外，命令王辉率领一支军队从代郡出来，等到匈奴的大军南下后，从背后拦截匈奴的辎重，断其退路。汉军准备完毕，便分头开始设伏。同时，聂伊也带领着满载汉地奇珍货物的马队，从五洲塞向北进发。他通过在匈奴的关系见到了君臣单于，他对单于说，他可以想办法斩杀掉马邑的县令和县城，使马邑城群龙无首。然后单于便可以率领大军赶到，顺利入城，到时候城中的所有财宝及妙龄美女就都是单于的了。这对于单于来说，诱惑可实在是太大了。于是他们当即约定，等到聂伊杀死县令和县城，君臣单于便率兵南下，入城受降。商议完毕，聂伊就回到了马邑城。他从死牢里提出了2个犯人，提前处决，然后将他们的人头挂在城楼之上，旁边还贴有告示，写上县令和县城的姓名及罪状。然后聂伊便派出信使去通知单于，单于也通过自己的斥候证实了消息的可靠。
于是君臣单于便不再怀疑，率领着10万人马越过长城，经过五洲塞，浩浩荡荡的直奔马邑而来。一路之上都非常的顺利，也没有遇到汉兵的阻击。可当他们行进到距离马邑只有100余里的时候，单于却发现有点不太对劲。周围的山坡上、草地里到处都是吃草的牛羊，却看不到放牧之人。于是这个反常的现象引起了他的警觉，连忙派人去附近抓个俘虏回来。当时在汉朝的边境上，每隔100里就设有一个哨亭，用来巡行和警戒。很快，匈奴骑兵便攻下了一个哨亭，并将哨亭的卫士给押送了过来。结果这个卫士来了之后，就供出汉朝有30万大军正埋伏于马邑的事情。单于知道后大惊失色，连忙下令退兵。退兵后，他还非常的感谢这个卫士，不仅没有杀他，还任命他为天王。就这样，匈奴远道而来，双方还没有交战，就主动的退走了。而汉军这边，韩安国等将领们苦苦等候了几个昼夜，等到的却只是一个个斥候的飞马快报，匈奴已遁逃北去。他们赶紧就率军追击，可此时匈奴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其实有一个人很早就知道了匈奴北逃的消息，他就是王辉。他的任务是率领3万人马攻击匈奴的后勤辎重。按照原来的部署，一旦韩安国等将领率领伏兵出击，他就会立即率军去攻击匈奴后面的辎重队伍，切断匈奴的退路，使匈奴腹背受敌。可此时匈奴是10万大军有计划的整体后撤，如果他要出击，那就是3万人马对阵匈奴的10万大军，一旦交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他就眼睁睁地看着匈奴的铁骑如潮水般退去。就这样策划了许久，出动了30万大军的马邑之围便在悄无声息下结束了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震怒，首先就是将王辉给关入了监狱，交由廷尉定罪。廷尉给出的罪名是斗饶罪，也就是临阵避敌不前之罪，罪当处斩。王辉的家人赶紧拿着千金去找丞相田汾想办法。田汾虽然收下了这笔重金，却不敢给皇帝上奏，他就偷偷的去找自己的姐姐王氏，让王太后去向刘彻说情。可刘彻却说，如果王辉能够出击，纵使不能捉到单于，但总该有所斩获，多少还可以安慰一下将士们的心情。可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，朕若不杀他，何以谢罪于天下呀？王辉知道后便羞愧无言，拔剑自刎而死。至此，马邑之围结束。此战虽然没有成功，但从此便结束了汉朝和匈奴维持了60多年的核心政策，同时也拉开了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序幕。在汉匈大战之前，汉武帝还需要解决几件大事。第一个便是一直被窦太后阻挠的改尊儒术。窦太后去世的第2年，汉武帝便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，将不治儒家5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，将黄老学说以及其他百家之言的学者们从此都拒之于官学之外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之后朝廷的官吏主要都是出自于儒生，儒家便逐步开始发展，成为此后2000多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。这虽然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，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。公元前104年，董仲舒因病去世，葬于长安城郊。相传有一天，汉武帝出城狩猎，路过董仲舒的墓地时，在距离墓地30丈外，就翻身下马，步履而行。从此，董仲舒墓园周围的这块土地就被人们称作下马陵，并且此后还形成了一种制度，凡是过往的官员和儒生，一律要在30丈之外下马步行而过。清朝的康熙元年，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，并在门前刻下石碑，上书下马陵，并将今天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一条街道改称为下马陵街。再来看退恩令。公元前127年，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，开始施行退恩令。那么什么是退恩令呢？一直以来，所有诸侯王的爵位以及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，诸侯王的其他子孙则得不到尺寸之地。因此，诸侯国的土地分封的时候是多少，以后也一直就是这样。
而且诸侯国不仅面积广大，还领有军队，严重地威胁着朝廷的安威。推恩令首先就规定，各诸侯王除了要让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，还要推行私恩，给每个儿子都要分一部分的土地，并且还要给予封侯。但是这些新封的侯国就不再受原来诸侯国的管辖了，而是直接由朝廷的各个郡来管理，地位相当于一个县。于是本来七国之乱后，各个诸侯国的地盘和权力就变得很小了，现在更是将这些大的诸侯国分成了上百个小的诸侯国。从此之后，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就十几个城，小的则只有几十里地，而且朝廷的土地和诸侯国的土地还犬牙交错，使诸侯国的土地再也不能连成整体的一片，也就完全没有了和朝廷抗衡的可能。从此归朝廷直管的土地逐渐占到了全国土地的80%-90%，大汉王朝的中央集权也终于得到了有力的巩固。这为汉武帝要举全国之兵对付匈奴扫清了障碍。下期开始，我们将正式走进汉匈大战，上演帝国双璧卫青和霍去病的精彩战役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139年3月，19岁的刘彻来到坝上，去祭祀先祖，祈福除灾。返回时就顺路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平阳公主。平阳公主是刘启和王志的长女，她因为嫁给了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平阳侯曹寿为妻，所以称她为平阳公主。她知道皇后陈阿娇一直没有生育，于是就挑选了很多的良家女子养在家中，准备进献给自己的弟弟，选娶为妃。所以刘彻来了之后，他就挑选了10几个女孩，精心装扮了一番后出来拜见刘彻。可刘彻却一个都没看上，平阳公主只能让他们全部退下，连忙命人摆上酒菜招待弟弟，并且喊出歌女们现场助兴。可让平阳公主没想到的是，她精心挑选的美女刘彻都没有看上，可在这些歌女中，刘彻倒是看上了一个。平阳公主很高兴，连忙让这名歌女去服侍刘彻。刘彻就在他更衣的轩车里将这名歌女给临幸了。见刘彻还挺满意，平阳公主就让把她直接带回宫里去。这名歌女就是卫子夫，是河东郡平阳县人。平阳县就是平阳侯曹寿的封地。他的母亲卫媪是平阳公主家的奴仆，所以卫子夫也从小就在平阳公主家里学习歌舞，成为了一名歌女。按理说，卫子夫已经被皇帝临幸过了，还被带进了宫里，从此就应该获得皇帝的恩宠了。然而自从他被带到后宫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刘彻。直到1年之后，刘彻打算释放一批不中用的工人出宫，在挑选工人的时候，他才又见到了卫子夫。卫子夫哭着请求刘彻让把他也放出宫，让他回家吧。刘彻看他哭得心疼，便产生了怜爱之心，就再次临幸了他。结果这次却让卫子夫给怀上了。刘彻得知后非常高兴，对他的尊宠也就一天胜过一天。当卫子夫怀孕的消息被皇后陈阿娇知道后，她是异常的嫉妒，却又无能为力，只能去找自己的母亲刘飘。刘飘可不是个善茬，为了能给卫子夫一个下马威，他决定拿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开刀。卫青是卫子夫同母异父的弟弟，他们的母亲卫媪有1儿3女。后来他又与来平阳公主家里办事的县吏郑记私通后，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卫青，于是卫青就成了一个私生子。但是他的母亲只是个奴仆，难以养活这么多孩子，于是只能将卫青送到他亲生父亲郑记的家里。可郑记对这个儿子也是毫不待见，来了之后就打发卫青去放羊。郑家的儿子们也根本不把他当兄弟，而是当成奴仆一样驱使。就这样过了好多年，直到卫青稍微长大一点后，实在受不了郑家人的奴役，就偷偷地跑了回来找自己的母亲。在母亲的求情下，平阳公主就让他做了一名骑奴。现在姐姐卫子夫受宠了，卫青也就被召进了宫里当差，摆脱了奴仆的身份。在这里他还结交了一个好朋友，名叫公孙敖。就在刘飘为了打压卫子夫，准备杀害卫青的时候，公孙敖便果断地出手了。卫青已经被刘飘派人给抓走了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害，所以去给皇帝和卫子夫汇报已经是来不及了。
于是他就纠集了一帮生死朋友，以突袭之势冲进了囚禁卫青的地方，将他给解救了出来，然后就赶紧向汉武帝汇报。汉武帝得知后勃然大怒，为了更加刺激刘飘和陈阿娇，刘彻立即就将卫青封为了侍中和建章监，同时还兼任皇帝的侍从官。公孙敖也被封了官，从此开始显贵。接着又将卫子夫封为了夫人，并把卫子夫的所有兄弟姐妹全都召来加以封赏。卫子夫的哥哥卫长君被封为了侍中，大姐卫君如许配给了太仆公孙贺。重点要介绍下他的二姐卫少儿。卫少儿和他母亲一样，也一直在平阳公主的家里做奴仆，而且也和他的母亲一样，他也和平阳公主家里一个名叫霍仲儒的县吏私通，也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为霍去病。可霍仲儒在平阳侯的府上办完差事就回了老家，从此便与卫少儿断了联系。于是霍去病就和他的舅舅卫青一样，也成了一名私生子。霍仲儒走后，卫少儿又和陈平的曾孙陈长开始私通，但他只是个奴仆的身份，陈长和他也只是私通的关系，不可能娶她。现在可不一样了，妹妹卫子夫成为了皇帝的夫人，她也就成为了皇亲国戚，他们的身份也就对等了。于是她便顺理成章地嫁给了陈长为妻。这下皇后陈阿娇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她为了能生下孩子，前前后后花费了9000万钱之多，可还是没能得偿所愿。而卫子夫却连续地生下了3个女儿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便开始使用媚道害人。可事情败露后，刘彻异常愤怒，要求严查此案。最终此案牵连的300多人全被诛杀。公元前130年7月，做了11年的皇后陈阿娇被废除了。半年之后，卫子夫又怀孕了，这次她终于生下了一名皇子，取名为刘据。而且这也是刘彻从称帝12年以来的第一个儿子，可想而知刘彻有多高兴。3月，刘彻就册立卫子夫为皇后，至此她便从一名普通的歌女成为了大汉王朝地位最高的女人。随着她的受宠，她的家人也都得到了重用，特别是卫青和霍去病。他们之所以能被受宠是非常幸运的，也或许因为他们的受宠，大汉王朝也是幸运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